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永昌医师。先前的影片和大家分享了口腔与呼吸道发育不良对现代人的惊人影响。两本书不约而同地都讲到了口呼吸的恶性循环。错误的呼吸不仅会让你牙齿变乱、外貌变丑，还会让你得到睡眠呼吸中止症与许多共病。你可能会觉得吓一跳，糟糕，马医师你说的这些怎么好像都在讲我？那我该怎么办？今天这集节目，我会教你4招简单的呼吸法，让你能够每天照着做练习，找回失去的健康。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睡得更好。正值23岁花样年华的悠悠，每天晚上到要准备睡觉时，都是一段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几个小时，直到晨光出现时分才能沉沉睡去。他常被噩梦惊醒，心跳加速，感到喘不过气来。除此之外，悠悠常容易焦虑和紧张，这些情绪像是无形的锁链，限制着他的每一步。对他来说，每个夜晚和白天都是一场与自己的战斗。悠悠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上呼吸道阻力症候群，一种和睡眠呼吸中止症非常类似的状况。像悠悠这样年轻纤细的女生，却有着严重呼吸问题的现代人并不少见。这些呼吸的受害者常常容易陷入睡眠与情绪的交互影响，并陷入不断往下的恶性循环中。今天影片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知名呼吸专家 Patrick McKeown 的4个呼吸疗愈技巧，来帮助你面对这样的困境。除了口呼吸，已经遗忘如何呼吸的现代人，还有哪些错误的呼吸方式呢？接下来有3个小测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是不是也用错了呼吸方式。我们先用 BOLT 测试来做身体氧气水平检查。这个测试的步骤如下：首先坐下来，保持正常呼吸大约3分钟，拿出你的手机，设定好计时。接下来吸一口气，通过鼻子呼出空气后，用手捏住鼻子，开始计时。当你感到脑中出现第一个想要呼吸的欲望，或是呼吸肌肉出现第一个不自主的动作时，就暂停计时。请注意，当你放开鼻子时，你的呼吸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你会喘，表示你在憋气而没有做对。如果你的 BOLT 分数超过25秒，大概90%以上的几率你不会有呼吸功能障碍。BOLT 的最低标准是25秒，理想应该达到40秒。低于25秒的 BOLT 分数，表示你的呼吸太快而太浅，可能都是在用上胸呼吸，且呼吸会比较不规则。低 BOLT 分数的人运动时会容易觉得呼吸困难，甚至在平常呼吸时也会容易感到呼吸饥渴而出现过度换气。如果你已经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低 BOLT 分数会让你容易出现高回路增益的恶性循环。提高 BOLT 分数对于你的身体、心理乃至于抗压能力至关重要。关于要如何提高你的 BOLT 分数，我们日后还会做影片跟大家介绍。现在你可以把右手放在肚子上，左手放在胸口，感觉自己呼吸时是胸腔的起伏比较大，还是腹部呢？如果你发现呼吸时胸部的起伏比较明显，那表示你呼吸主要是用肋骨间的肌肉来呼吸，而没有使用最主要的呼吸肌肉，也就是横膈膜。比较正确的呼吸方式是所谓的腹式呼吸。压力大、生活步调快的现代人，呼吸容易陷入不自主地憋气与喘气交替出现。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在面对压力的情境时，会容易不由自主地停止呼吸与开始憋气，然后过了一会儿才如梦初醒大口喘气呢？如果以上3个小测验你中了1项以上，就表示你可能有所谓的呼吸机能障碍。
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都是这样在呼吸，那你就会比较容易生病，出现睡眠问题或各种慢性疼痛，如下背痛、肩颈酸痛或颞颌关节疼痛等。关于呼吸机能障碍与疼痛的关系，我们会再另外做一集跟大家介绍。除了气喘外，错误的呼吸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了以下5个面向。第一，大脑认知能力下降，不会呼吸会让你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白天嗜睡等。第二，呼吸系统症状，不会呼吸表示你都是使用横膈膜之外的小肌肉群来呼吸，这会导致你容易感到呼吸困难、胸部紧绷、频繁的叹气，以及容易出现各种酸痛等。第三，心血管症状，因为心肺的联动关系，错误的呼吸也会影响心率，造成心悸、胸痛等。第四，心理症状，现代人压力大，再加上不会呼吸，难怪会有越来越多深受焦虑、紧张、恐慌所苦的人。除了以上这些症状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慢性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都与不会呼吸有直接的相关。如果你也有以上的这些症状，今天这集节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们可以把呼吸分为3个要素，分别是呼吸的生物化学，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并不是越低越好。丹麦生理学家 Christian Bohr 在100多年前就发现，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降低血红蛋白与氧气的亲和力，促进血红蛋白释放氧气，以供给身体的组织使用。因此，如果你呼吸太快，会将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反而会让红血球紧抓着氧气不放，导致身体没有办法最有效地使用氧气，而觉得呼吸困难。呼吸的生物力学，呼吸用到的肌肉包括最主要的横膈膜以及肋间肌。我们肺部的容量相当大，男性成人约为3500毫升，女性约为2500毫升。经过专业训练的，甚至可以达到8000毫升以上。但如果你只用胸部呼吸，就只能用到肺的上半部，会相当的没有效率。使用横膈膜的腹式呼吸，才能够有效的让空气充满整个肺脏。呼吸心理学，呼吸会引发心理和生理上的交互变化，因此错误的呼吸会触发压力反应，而反过来，压力又会引发不正确的呼吸。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观看刘文德教授讲焦虑和失眠的相关影片。将呼吸的3元素拆解后，我们就可以分别对症下药，来全面地改善自己的呼吸习惯了。这里教大家一个很容易记起来的口诀，叫做 LSD。L 代表 light， 就是把呼吸放轻； S 代表 slow， 就是把呼吸放慢；而 D 代表 deep， 就是要用腹式呼吸，让空气进到肺脏的深处。把呼吸放轻、放慢，可以改善呼吸的生物化学，让血液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正常，不至于因为压力而过度换气，进而产生低二氧化碳血症，引发呼吸性碱中毒。用横膈膜启动的腹式呼吸，则是借由改善呼吸的生物力学，来让呼吸更有效率，而且还能增加核心的稳定，减缓下背酸痛和运动伤害。如果能随时掌握轻、慢、深这3个呼吸原则，把呼吸的次数从1分钟10几20次降到6次，并且让吐气的时间加长，就可以有效地刺激迷走神经，降低焦虑和压力。在休息或轻度运动时，正确的呼吸应该是透过鼻子，由横膈膜驱动，是规律、安静、缓慢，几乎无法察觉的。人在这样的状态下是稳重而且心平气和的。你学会这点以后，你可以注意看那些特别令人感到心安的人，他们的呼吸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正确呼吸，而跟着我们一辈子的错误呼吸方式，让我们得到各种疾病。接下来我会教你4个练习方法，每天早晚各练10分钟，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难，但几个月之后，你就能逐渐让新的呼吸习惯建立起来。注意，孕妇或有心血管疾病的观众一定要取得你的医师同意后再进行这些练习。轻柔呼吸练习，坐在椅子上或盘腿坐在地板上，背部保持挺直，或者躺在地上。如果坐着，想象一根细绳轻轻地把你的头向上牵引到天花板方向，将手指放在鼻子底下，用鼻子吸气以及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手指上的气流。当你感受到温暖的空气吹在你的手指上时，试着轻轻地把呼气的速度放慢，呼吸要轻柔到你几乎感受不到手指上有气流经过。想象你的手指是一根羽毛，而你的呼吸如此轻柔，让羽毛甚至不会飘动。不需要屏住呼吸或试图限制呼吸，要让呼吸持续等速的进行。如果过了一阵子，你有感到一股深吸一口气的冲动，那代表你做对了。这时候，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平常还高一些，以至于你会产生呼吸渴望。但是练习久了之后，大脑就会对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耐受度变高。如果你真的很想深呼吸，没关系，可以恢复正常呼吸20秒之后再继续这个练习大概4分钟。腹式呼吸训练，坐在椅子上，背部保持挺直，想象一根细绳轻轻地把你的头向上牵引到天花板方向，将双手背在后脑勺，像是电影里面犯人投降的样子，上身依旧保持挺直。这时候由鼻子慢慢吸气和呼气，并将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就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腔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进而达到放松效果。继续这个练习大概4分钟。LSD 综合练习，在大脑的二氧化碳耐受度增加，并且掌握了用横膈膜启动的腹式呼吸后，就可以进行这个让呼吸轻柔、缓慢、加深的 LSD 综合练习。首先，坐在椅子上或者盘腿坐在地板上，背部保持挺直，将双手放在肚子上。开始用鼻子呼吸，吸气时将注意力放在双手和腹部，感觉肚子慢慢隆起。呼吸时，想象鼻子前面有一根羽毛，让气流尽量保持轻盈且平稳，好让羽毛不会飞走。逐渐减慢呼吸节奏，吸气时在心里从1数到4，呼气时则是从1数到6，让一次的呼吸时间超过10秒。这时候你应该会有一点想要吸更大一口气的感觉，没关系，试着和这种感觉共处，持续进行这个练习大约4分钟。畅通鼻子的呼吸法，有些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自己从小到大鼻子都是不通的，那该怎么办？我在这里教大家一招，是我在瑜伽课里面学习到的呼吸法，叫做 Nadi Shodhana Pranayama， 这个是梵语，中文的意思是交替鼻孔呼吸法。Nadi Shodhana 的目的是清理和净化身心，但也有清洗鼻子的效果。每次做完后，鼻子都会畅通许多。首先，坐在椅子上或盘腿坐在地上，背部保持挺直，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折叠起来，用右手的大拇指将右侧的鼻孔关闭起来，并且用左侧的鼻孔慢慢呼吸，感觉腹部的微微隆起。接下来，用右手的无名指将左侧的鼻孔关闭起来，将空气从右侧的鼻孔慢慢呼出，然后接着用右侧的鼻孔吸气，再用右手的大拇指将右侧的鼻孔关闭起来，将空气从左侧的鼻孔慢慢呼出，如此交替持续下去，也是持续大概4分钟。以上这些练习只要持之以恒下去，如果您能练到平常，就能自然而然地将1分钟呼吸次数降到6次以下，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许多的好处。平常的精神会更好了，心情会更加稳定，做一些轻度运动时再也不会上气不接下气，当然晚上也能睡得更好。之后的节目，我们会再做一些更深入地探讨呼吸对身体的影响，
并且教大家一些更进阶的技巧，让你能及时减轻焦虑，或者更加专注，甚至还能增加运动能力。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你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次见，拜拜。